你天生靠什么发财？正财、偏财还是阴财？你有没有想过，你命中注定会靠什么方式赚钱呢？是靠实力一步一脚印累积出来的，还是偏财运很好啊，买乐透啊，常常中奖？还是说呢，你背后有灵界在帮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城南大小事，我是林亚瑟。那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聊聊财运到底分成哪几种？照灵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财运大致会分为3种。那哪3种呢？正财、偏财还有阴财。那我们先来讲正财，这个最简单，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努力工作所赚来的钱，这个就叫做正财像是我们每天上班经营事业慢慢累积的口碑跟实力像是你每天呢上班打卡接案子、开公司做生意、经营品牌一步一步慢慢来。那这种钱通常啦也不是一定来得慢一点，但是呢很稳，也比较长久。然后呢，我们在花钱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心。那因为你知道，这都是我们一点一滴赚来的。再来呢，就是讲偏财那偏财当然就是会比较刺激一点，靠的就是运气跟机会。那譬如说，突然投资赚了一笔钱股票飙涨、中乐透，或者说有贵人突然拉你一把，然后机会呢从天而降这种财运呢来得快，可是你也知道，有时候来得快也会去得快心里抓不太住因为不全是你控制得了的。不过在这里呢，我要补充一下不是说只有买股票做投资就是偏财。如果你有研究、你有判断、有自己的策略，不是随便乱买的那还是属于正财，因为你是属于靠脑袋赚钱不是说靠赌运气来赚钱的。那最后呢，这个就是比较少人在讲的阴财然后呢，什么叫做阴财？阴财呢，不是说一定是来路不正犯法的钱重点是它真的是跟灵界比较有相关。那像有些人运气突然好到不行赚钱赚得很奇怪，而且非常非常快，然后你问他怎么赚的，他自己也讲不出来，就好像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的在暗中的帮助他那一股力量呢，可能是阴神，也有可能是好兄弟，那有些呢可能就是第三空间的力量，暂时来投资你一下，希望你拿到这笔钱呢去做些什么譬如说是为了还功德，或者说想透过你完成某些的愿望有些人命格里面就是很容易有这样子这一类的阴财那譬如说来盖庙，譬如说超度他的亡魂之类的，那这一种财运呢来得快也来得猛，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照着那股力量的用意去做的话财运也有可能会忽然的断掉甚至让你过得比以前更糟糕。所以阴财不是不能碰，而是我们心态要摆正，你接得下来，福报才会真正的留得住。那听到这里，你有没有开始很好奇我现在的财运到底是正财、偏财还是阴财呢？我自己呢好像是哪一种财运会比较明显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3个比较真实的故事呢，带你一步步的看懂财运是怎么样去运作的，让你一边听一边看看说自己是哪一种赚钱的命格。那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就是标准的正财命那靠的就是一步一脚印，那慢慢累积起来的财运。那故事的主角呢，就是一位做早餐店的大姐。她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学历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想说呢走一步就算一步了那结婚之后呢，她就跟老公呢租了一个小小的骑楼她想说那我来卖个蛋饼豆浆，因为这些工作自己觉得很熟悉，因为常常在做早餐嘛然后呢，因为她什么都自己来所以呢一开始呢，客人他没有很多，那扣掉房租啦、材料、人工其实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他有个优点，他很能够撑，而且他很愿意去改进。譬如说呢，有客人说你豆浆太淡了，然后他就去问老师傅说怎么煮有人说你的蛋饼不够酥，他就去试着去换油调火候改到大家都说你这个蛋饼好好吃然后呢，他每天因为他很努力，他
他每天3点就起来备料，然后下雨天哦，除了台风天，他每天都会出摊，默默的做了10几年，做到后来呢，附近很多的学生啊、上班族啊，都变成他的熟客。他的财运呢，就是那种慢慢来、稳稳的走，没有中乐透，也没有什么偏门的财，但是就走得很实在，赚的每一分钱，花的每一分钱，他都非常的心安理得。你说他的命好吗？其实他也不是靠命，他是靠自己的脚步走出这一条很稳的道路出来，这就是正财的力量。那财运呢，这种事不一定就是一飞冲天，有时候你肯踏实的走，命运也会慢慢的帮你铺路。所以说啊，有些人会说，他命真的很好，开了5家店，赚了那么多的钱，但其实他不是靠运气的，是他前面的那10几年默默的努力，默默的耕耘，改变现况，然后努力得来的。那正财就是这样，有时候看起来它很慢，那其实呢，它就是在为你打底，越走越稳。但呢，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走的，有些人财运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人他就是标准的偏财命，他的人生呢，有一点说，就是好像捡到钱，但又不只是说，他的运气好，就这么简单，不是这样子的。好，来，你听完就知道了，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我以前的邻居，店就开在我家隔壁而已，他的偏财运真的是旺到让我都觉得非常的佩服。有一次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要去整形，他说你就减肥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去整形？我说因为你偏财运太旺了，我真的很想要跟你一样，我要整成跟你一样的我这么跟他开玩笑，他说你神经病啊，神经病啊！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好朋友的对话，那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有些人的命格就是带有一些偏财运那有些人就是走到对的时间点，然后他就开始很旺很旺那人家说签牌啦、买彩券啦是靠运气就是可能他忽然那个灵机一动，然后灵光一闪他就跑去买一张乐透，结果他就真的中了大奖。而且呢，因为他很大方常常请我们吃东西啊偶尔分个红啊是人缘很好的一个太太。然后呢，我有帮他看过他的前世因果那时候呢，就有看到一段很特别的画面他的前世呢是一个很热心的帮人家医草药的医婆，替很多人免费的看病帮人家拔病气啊也帮人家挡了一些煞。虽然呢，他内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但是他留下了很多的福报，因为很多人对他很尊敬、很感恩。那所以呢，因果真的很神奇冥冥之中呢，就让他有这一种很奇怪、别人都没有的偏财运。那所以懂因果的人就会知道说，布施真的很重要。你累积的福德、贵人运呢，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用不同的形式回报到你自己的身上。那如果说你现在听完觉得很烦恼啊，我都没有这种偏财运那也不用担心因为福报是可以慢慢的培养、慢慢的累积的那没有偏财也没有关系，正财也很好啊，你慢慢的努力累积很多的财运只要我们愿意踏出一步慢慢去做，慢慢的累积那命运呢都会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所以呢，有时候布施啦帮助别人不只是让善意循环，也是在替自己呢打开财运的通道。那以上呢是比较常见的正财跟偏财但有一些财运啦不是人帮的也不是靠运气，而是呢灵界帮你特别开路的这个真的是比较特别的。好，那这个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就比较特别，它是靠好兄弟来帮忙赚钱的。你没有听错这就是所谓的阴财。那故事3我们就是要讲阴财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我跟先生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一个阿伯那时候呢，我在山上租了一间仓库。那阿伯呢就住在附近的山区，看起来呢很朴实，那也很寡言那某次跟他聊天之后才知道说，这个阿伯原来他也是灵异体质，但是很特别的是他很有阴财运那这个阿伯呢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经过坟墓的时候都会避开，那他却经常的去主动去附近的无名坟墓去诵经啊、烧金纸啊、画符啊、超度亡灵啊还会帮忙整理墓地而且会帮他们准备贡品、
祭祀他们，完全呢是出自他自己本身的好心。那有一天呢，他就在耳边听到那个声音哦，诶，很奇怪，有人在跟他讲话，而且说的不是别的，是在跟他报名牌。那说真的，他也是蛮有这种偏财运的哈，但也不是说哦，你就去帮人家做坟墓啦哈，然后准备一些贡品啊，就一定会有人来跟你报牌之类的哈。这个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哈，他的磁场哈，他的磁场还有他的福德够不够哈。有些人呢，就算是好兄弟，真的很想要给他，但是他不一定可以接收得到，因为他气场可能互相排斥，然后互相没有那么契合。那其实呢，阿北呢一开始他听到的时候，他半信半疑，想说啊试试看啦。那结果他就真的中奖了，而且真的中了几百万哦。这个是很真实的故事，也是我们台湾人。接着呢，第二次他又中了直到第三次报来的名牌，他让他中了1000多万结果呢，他却是人生中最挣扎的一刻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钱，也没有中过这么多钱，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不敢去领。他就跟他老婆说：“这笔钱我们不要拿好了。”结果呢，我就问他说：“啊，你有去领吗？”他说：“没有啊。”因为他们都很担心，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因为是用命换来的？天上真的会掉下来这么好的礼物吗？真的去领了之后就会出什么意外吗？当然，他们的担心其实也蛮合理的。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说真的，我也真的不见得就敢去领钱。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因财它不一定是免费的，有时候真的是条件说的，可能是真的用自己的运气、福报，甚至是寿命来交换。但是呢，也不是说因财都不能碰而是要看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得来的。像这个阿伯呢，他是因为帮助好兄弟，通常呢其实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你给了多少善意，那冥冥之中真的都会回来回报你的那如果你真的怕的话，你其实呢，我觉得阿伯他可以去把钱领回来，但是呢，他把部分的钱拿去做布施，拿去帮助贫困的人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去行善布施，然后呢，如果有许什么愿去还愿，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不管是正财、偏财还是阴财其实呢，每一种财运背后都跟你的福德是有息息相关的来，正财是靠时间累积出来的实力那偏财呢是灵感、机会，也是前世的善因的回报。那阴财呢，看起来很神秘，其实也是灵界它只是还你一份情那你命中呢适合哪一种，不一定只有一种答案因为人的命是会改变的，你做的每一个选择，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改变你未来的财路。所以说啊，真正让财运变好，不是去追这个财啦，去追那个财，是要先问问自己，我今天有没有种下福报，有没有去帮助到别人然后这才是让钱愿意靠近你的关键。好啦，那影片呢，最后呢，也想问问你，你觉得自己呢是靠什么方式赚钱？正财、偏财还是阴财呢？还是说，你有发生过什么样很神奇的财运的故事吗？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分享交流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集的内容。喜欢这支影片呢，不要忘记按下分享、订阅以及喜欢支持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的善知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林亚瑟，我们下个主题见，谢谢，拜拜。